妻子不顾我正忙收购案，非要让我带着岳父岳母去度假。我答应了，足足在外面奔波伺候2个月。等我回来，却发现妻子怀上青梅竹马的孩子，还让野种的爹住进我的别墅。妻子毫无愧疚，居然让我怎么伺候她就怎么伺候林青云。我大惊，当即拒绝。他立刻让我卷铺盖滚蛋，就连岳父岳母也让我大度一点，否则不要怪他们无情。我笑了，结婚3年，他们全家不知道花了我多少钱，现在反而想把我扫地出门。他们似乎忘了，我才是一家之主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正忙着陈氏集团收购下游公司，妻子柳诗涵却让我停手。她说她爸妈天天在小城市憋闷，让我陪着去度假。我本想拒绝，但看到她冷然的神色，咬咬牙答应下来。足足2个月，我鞍前马后伺候岳父岳母游览半个国家。终于回到家的那天，我让司机搬走行李，直接瘫倒在沙发上。岳父岳母扇着扇子走进门，往对面一坐。岳母看到我瘫在沙发上的样子，面露不满道：“好啊，年轻人不要总是躺着坐着，去给我冲杯咖啡，要手磨的，多加牛奶。”岳父也紧接着吩咐，顺便给我调杯鸡尾酒，不用太麻烦，蓝色夏威夷就行，记得别放香草。我累得实在不愿动，想让家政阿姨去做。听我吩咐完李阿姨，岳母直接就耷拉下脸，很不高兴地打断我的话：“你年纪轻轻，怎么总想着偷懒？那种做家务的粗人，能做出什么好东西？亏我们还把涵涵嫁给你，就这点小事都不肯做，以后还指望你能给我们养老？”我脸上陪笑，心想老2口以前也是庄户人家，怎么还嫌弃家政阿姨是粗人？但我不敢有什么抱怨，硬撑着酸疼的腰腿去做咖啡和鸡尾酒，不然等柳诗涵回来，恐怕又得骂我瞧不起他们家。我一边忍着浑身又酸又疼，一边对岳父岳母不耐烦的催促连连答应。这时别墅的大门突然被推开，我转头，顿时惊呆了。妻子柳诗涵正紧紧搂着别的男人，依偎在他肩膀上，眼睛笑得弯弯，而那个男人的手轻抚着柳诗涵的肚子，满脸心疼。都跟说了别走那么久，万一累着咱们孩子可怎么办？柳诗涵娇嗔地在他肩上打了一下，要是累着了，那你再让我怀一个。不对不对，我们的宝宝肯定平安无事。呸呸！我看着他们恩爱温存的样子，整个人都僵在原地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为什么我按照他的意愿伺候岳父岳母出国旅游，累死累活，他居然趁我不在怀上了？那是他的青梅竹马林青云，他什么时候住进我家了？就在这时，柳诗涵转头，恰好看到我，脸色顿时冷了下来。他没有丝毫慌张，也没有任何愧疚，而是眼睛微微眯起，眼中是藏不住的厌恶。这下所有人的目光相互对望，我的心一下子被攥紧了，怒火腾腾烧起来。他好像察觉到我的愤怒，赶紧松开林青云的胳膊，淡淡开口：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也不说一声，提前说一声，好让青梅竹马躲起来吗？”我冷笑，刚要开口，岳父岳母就蹦起来，充满惊喜的叫嚷：“涵涵，你怀上了！”柳诗涵眉眼间掩饰不住得意，点点头。林青云也压抑着嘴角的笑，偷偷瞥我一眼，看着2个人恬不知耻的样子，我的怒火几乎再也压抑不住。岳父岳母更是根本就没在意我的脸色，他们高兴地赞叹，终于能抱上外孙了，而丝毫不在意所谓的外孙
是不是我这个女婿的？”林青云咳嗽一声，柳诗涵回过神来，对我淡淡的说：“青云的父母刚刚过世，孤零零一个人，以后他就在这里住了。我跟青云从小一起长大，以后你也要像伺候我一样，好好伺候他。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甚至怀疑是自己听错了。他不仅怀上林青云的孩子，还把他带回来住在我家，居然还满脸理所当然的让我伺候野种的亲爹，他怎么能这么不知廉耻？我扔下酒杯，握紧拳头走过来。林青云立刻解释：“浩哥，你不要责怪诗涵，要打要骂冲着我来，都怪我那次喝醉了。”他声音越来越小，低头落泪。柳诗涵立刻皱起眉头，伸手擦掉他的眼泪。他温柔的动作却像一把刀，生生把我的心挖掉一块。柳诗涵对他那么关切，那种柔情，那种紧张，我从没有见过。从恋爱到结婚，他对我的脸色只有冷淡和不耐烦。柳诗涵转头又对我恶狠狠地说：“你看什么看？让青云过来住是我的主意，跟他没关系。你不用跟我瞪眼睛。你猜对了，我怀的是青云的孩子，不然就凭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，我到死也怀不上。”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他毅然决然地维护林青云，那坚定的神情让我绝望。林青云紧紧握住柳诗涵的手，同样一副决绝的表情，他泪流满面，嗓音都带着哽咽：“都是我的错，我刚刚失去父母，这世界上除了诗涵和你们，我没有可以依靠的人。只恨我那天喝太多酒，没有把持住自己对诗涵的爱。浩哥，你们打死我吧！”说着，他猛然跪下，捂着脸痛哭。看着他夸张做作的表演，我冷笑不已，心中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，抬脚就想踹这个无耻之徒。结果岳父猛然挡在身前，斜眼瞪着我：“你想对我外孙的爹干什么？要踹你就踹我！”我堪堪停下脚，岳母马上拉着柳诗涵和林青云到沙发坐下。我微微闭上眼睛。结婚3年，我们一直没有孩子，岳父心心念念要让孩子继承他的姓，也成了一场空。老两口子平常因为孩子的事情，没少对我阴阳怪气，说女儿嫁了个没种的男人，害得他们老柳家也要跟着绝后。现在听到柳诗涵可能怀孕，就连岳母都忍不住赶紧把女儿搂在怀里，只是她的眼睛总不自觉地贼溜溜地瞥我。我冷笑，他们不傻，相反，心里清楚得很。自从柳诗涵跟我以后，不上班不挣钱，全家吃喝用度都靠我掏钱。我想着，柳诗涵的爸妈就是将来的亲人，花钱就花钱吧。于是他们见到我的态度后，花钱更加肆无忌惮。别的不说，岳母浑身上下都是名牌，手里的包不是爱马仕就是路易斯威登，而岳父花钱更是大手大脚。他原来有辆10几年的面包，直接让我换成迈巴赫，这些钱都是从我兜里掏出来的。现在柳诗涵怀了别人的孩子，他们就不打算给我一个交代，他们各自打着心里的算盘，场面一时陷入沉寂。林青云转转眼珠子，马上又跪下来哭。我知道自己一条贱命，还是让我死在外面吧，我这就走。岳母眼睛低垂，用胳膊肘悄悄碰下岳父，他深吸口气，咳嗽一声，战术后仰。青云确实从小在我们眼前长大，能算得上我们半个儿子。这样，我做主了。青云先住下来，以后有什么事再商量。说着，他笑着轻轻拍了拍林青云的肩膀。柳诗涵更是满脸开心的样子，把林青云的胳膊搂在怀里。我冷笑，不禁压抑着怒气问：“怎么，你们当家做主了？那我算什么？”不知道的还以为
我这个女婿是入赘到他们老柳家的。柳诗涵见我不同意，立刻瞪起眼睛：陈浩，我都认错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好，真是太好了，把我指派出去。他在家里和林青云厮混，怀上也重，现在他们其乐融融，3代同堂，在我家蹬我的鼻子上我的脸，他们是一点不拿我当人看呐！我怒火中烧。林青云看到我的表情，跪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起来。林诗涵瞥我一眼，不屑冷笑：这个家我说了算，你就放心住下，我看哪个废物敢叫唤。岳父清清嗓子，偏过头不说话。岳母马上接过话茬子：你现在怀着孩子呢，别动不动就生气。浩啊，还不赶紧请那个什么私厨来做饭，庆祝咱们家即将有一个小宝宝了。岳父这时转过头，连声说：对对，就是那个会做海鲜宴的厨师，他做的好吃，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还想让我花钱请私厨做饭给他们吃，这家人拿我当什么？岳母还满眼关爱地看着自家女儿，没好气地对岳父说：什么海鲜？你不知道孕妇不能吃海鲜吗？浩啊，让厨师做点人参鸡汤，那个补身体，对涵涵肚子里的孩子好。我气得说不出话，他们怎么好意思让我花钱养别人的野种？当即冷冷地看着柳诗涵，他们似乎发觉到气氛不对。岳父赶紧起身，很大度地说：小浩啊，你跟诗涵是夫妻，他的孩子不也是你的孩子吗？结婚好几年了，你没让诗涵怀孕，现在也能当爸爸，这不是好事。说着，他语重心长地伸手要拍我的肩膀，我直接躲开。岳父的手尴尬地停在原地。柳诗涵破口大骂：陈浩，你没完了，别给脸不要脸，我爸劝你，给你个台阶，你倒摆起脸色了。我依旧冷冷地盯着他。岳母赶紧陪笑着说：柳诗涵是孕期，脾气容易暴躁。小浩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这事是涵涵做的不对，回头我好好教育他。但你爸说的也有道理，你把孩子养大了，他不一样喊你爸爸吗？你是个男人，就要大度一点吗？果然，烂树根长不出好果子，一家子无耻之徒。我承认，我爱柳诗涵，爱屋及乌，我也真拿他父母当自己的亲人。尤其我父母去世很早，现在又有了爸爸妈妈，让我很是开心。于是，我替他爸还清欠债，往各大医院扔钱给他妈看病。结果呢，他们全都是奔着我的钱，拿我纯粹当冤种。眼下柳诗涵都怀了别人的孩子，居然还想让我把他们全家都养起来，作贱人也没有这么无耻的。我眼前阵阵发黑，心脏像针扎一样疼。这些年我拼命挣钱，积劳成疾，现在被他们遗弃，头晕目眩，感觉随时都要倒下。我面色苍白，转身上楼，颤抖着手拿出静心丸，吞进肚子。很久我才缓过劲儿来，躺在床上大口呼吸。客厅传来的声音很轻，却吵得我太阳穴突突直跳，迷迷糊糊。我半梦半醒，家政阿姨突然闯进来：少爷，你快去看看吧。我忍着难受，问她发生什么事情。阿姨指着楼下，满脸急切：他们要把老爷和太太的遗像扔了，腾出来供奉那个林青云的爹妈。我惊得一下子起身，不顾心脏犯病的危险，几步冲下楼梯，可推门走进佛堂。父母的遗像好端端的放着，也没人在这里。莫非是阿姨听错了？他们做的再绝，不至于做到这种地步吧？正当我疑惑的时候，小客厅传来轻微的说话声音。我悄悄出门，躲在外侧窗台下，通过窗帘的缝隙往里面看，只见几个人坐成一圈。林青云紧紧搂着柳诗涵，岳母没好气地对柳诗涵说：你别总是把什么事儿都摆在脸上，
非要把陈浩逼急了才高兴。柳诗涵不耐烦：行了，知道了，得罪他怎么了？他就是只被我牵在手里的狗，只要我勾勾手指头，他就能伸着舌头舔上来。岳父瞪他一眼：现在不是你发脾气的时候，咱们还没把家产弄到手呢，你就沉不住气了。要是真想供奉你公婆，干嘛非得把那2个老鬼的照片扔了？房间不多的是。林青云马上附和，劝柳诗涵随便找个地方安置他爹妈的遗像，等以后他拿到陈家的所有财产，还不是想摆在哪里就摆在哪里。柳诗涵沉默，紧接着点头同意，说：好，不过你们得快点儿，我可不想天天对着那条狗装模作样。我咬着牙，手边的花草都被我攥烂了。2年恋爱，3年婚姻，整整5年的时间，我都不知道在柳诗涵眼里，自己只是一条狗，还是一个必须赶紧宰掉的狗。当初我没有父母，全靠自己硬撑下来，掌控整个集团，几家名门要和我联姻，都被我婉拒，就是因为我爱着柳诗涵，哪怕她一无所有，哪怕她对我的事业毫无助力，可我爱她，就是要娶她。我觉得人要始终如一，对自己的爱人要足够忠贞。可她不仅怀上青梅竹马的孩子，居然全家人还要谋夺我的家产，那我的结局呢？在柳诗涵的预想中，我恐怕要尸骨无存吧。我深深呼吸，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，看向房间里，岳母笑着搂住柳诗涵：这才是我的好女儿啊！你不给陈浩几天好脸色，怎么让他答应养孩子呢？青云也别往心里去，要知道陈家的财产以后可都是你儿子的呢。我只感觉气得心脏砰砰直跳，血管几乎要炸开。好，他们可真是好算计呀！我转身进门，回到自己的卧室，阿姨还在等我，见到我脸色很不好，赶紧扶着我躺下。她问我以后该怎么办，我冷笑一声，让阿姨不用在意，我自然有办法。这时他们在楼下大声喊我，我拍拍阿姨的手，她犹豫松开，看着我走出房间。下楼，一家无耻之徒坐在沙发上，笑眯眯地看着我。我冷然坐下，岳父把烟头狠狠摁灭，像是做了什么不得已的重大决定。他从兜里掏出折叠的纸，铺在桌子上，把圆珠笔重重一拍：小浩啊，我们商量了，毕竟你跟韩寒是夫妻，只要你签字，这个孩子就跟你姓，这也是为了你好。这么多家产都是我们帮你打理，等我们死了，你不靠孩子能靠谁？所以你也不要斤斤计较，以后就把韩寒肚子里的孩子当作陈氏集团的继承人吧。我拿起那张纸，看过之后拍照发给事务所，带上整个律师团过来。陈氏集团怕不是要改姓了？贪婪又愚蠢的一家人，还以为我说的是真话，个个露出惊喜不已的神情，只是不好在我面前表露得太明显，拼命控制他们脸上的肌肉。柳诗涵高高在上看着我，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：你也别有怨言，这孩子是我的，陈家的钱当然也就是我的，我得为未来打算。他爹妈相视一笑，这番话真是说到了他们心坎里。岳母立刻对我笑着，附和他女儿：小涵说得对，咱们得给孩子铺好路。你看，你又没什么大本事，还是得靠我们这些有眼光的人撑起这个家业。可我们还能帮你几年呢？以后还得靠孩子，趁早定下来，我们也放心。他那无所畏惧的表情，仿佛陈家的财产必然会落到他们手里。听着这话，我的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。他们一家人装作推心置腹，毫不掩饰地把占有我的财产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情，甚至觉得我本就应该接受他们的安排。
我并没有立刻反驳，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，看他们如何表演。岳父用手指敲敲桌面，俨然家主震慑场面的样子。他习惯性的咳嗽，战术后仰。小浩，既然你也明白我们的苦心，那就尽快签字吧。一会还要带韩寒去检查身体，不要耽误了。柳诗涵听后，心情愉悦的点点头。爸爸说的对，这么久我也没顾上去检查。陈浩，你赶紧签完字送我和青云去医院。你也知道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可不能有什么闪失，他可是陈家的未来。然而他们好像没注意到，我的眼神已经逐渐变得冷冽。柳诗涵见我不为所动，脸色立刻阴沉下来。你还等什么？非要我骂你才签字吗？真是赶着不走，打着倒退。就你这个脾气，你说我能放心把家产全都放在你手里吗？赶紧签字！呵，他把家产放在我手里，说的好像陈家的财产本来属于他，而我才是那个觊觎家产的无耻之徒。岳父的语气也变得格外严肃。小浩，我知道你心里有个坎，但你也想想，你们结婚好几年没有孩子，那外人不就天天琢磨把我们的财产怎么弄走吗？虽然孩子不是你亲生的，但和亲生也没有什么区别。再说了，这么多家产，当然也有你的一份儿。将来你是孩子的爸爸，还能少了你的好处？岳母在旁边连连摆手。对，浩啊，你看你也不用太勉强，签了这个协议，家产照样是你的，大家和和气气的过日子，孩子也能跟着享福。你们两口子老了也有保障，而青云也不是外人，咱们家哪能差他一双筷子的事儿？是不是？他们可真是苦口婆心。这份协议合同上列出的条款特别简单，也特别直白，几乎将我家的财富完全交给他们。协议中甚至明确规定，孩子出生后，所有继承权都将属于柳诗涵与他的家人，而我则只能作为参与者享受部分财产。至于分多少，还得看柳诗涵的脸色。就是这么毫不掩饰。毕竟以他们的智商，也挖不出什么隐蔽的坑，他们只能像一群豺狼，面带恶毒的微笑，围着我，随时准备分食。我愤怒的情绪如烈火般灼烧心头，但我不想发脾气，跟这种人发脾气没有任何用处。我的眼睛死死盯着柳诗涵，想要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丝愧疚，然而他没有。他的眼神却依旧高傲，甚至带着挑衅的意味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自己一直以来的隐忍和妥协，只是让柳诗涵肆无忌惮，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这怪不得别人。真正的原因就是我的纵容。我死心了，伸手拿起钢笔，几个人的眼光顿时亮起来，眼巴巴地盯着我的手。我冷笑，扬起手腕，直接在整张纸上画下大大的 X 号。柳诗涵震惊地看着我，这群无耻之徒全都张大了嘴。陈浩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跪下，现在给我磕头，否则我不会原谅你。我后仰，靠坐在柔软的沙发。你不是总觉得我是任由你呼来喝去的狗吗？你也总是以为一切都是你的东西。好啊，那我收回。柳诗涵，我们结婚3年了，你也做到头了。柳诗涵愣了一下，脸色苍白，眼睛却死死盯着我。他其实心里很明白，现在的一切都是我给他的，在他面前低三下四，不过是维护他的尊严。我承担所有的花销，避免他为了钱的事情发愁，给他父母提供丰厚的生活费，让他们住进我的别墅，是真的拿他们当亲人。而这一切，在他看来，我就是个能当 ATM 的舔狗，只负责给钱就行了。现在这条狗我不想当了，他们活该一辈子在泥里摸爬滚打，就没有富贵命。
明明依靠我才有体面，非要摆出他们才是当家做主的姿态，嘴上说着都是为我好，背地里算计我的财产，到最后还要骂我是条狗。老子不伺候了！柳诗涵看见我的脸色，冷哼一声：“别以为你不签字，我就没办法了。你这辈子有不了孩子，家产早晚还是我儿子的，到时候你无亲无靠，可别后悔没人给你养老。”我无奈地笑了，他到现在还以为是因为我的问题才导致没有孩子。柳诗涵转身就要上楼，岳父拦住他，笑着说自己女儿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让我别生气，还说什么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还得和声和气的商量。岳母也赶紧陪笑，拉着柳诗涵的手，装模作样的打了2下，一边教训他不要总是发脾气，一边偷偷使眼色。我有些不耐烦，还以为我拿柳诗涵当宝贝，所以又来这套。女儿唱红脸，他们唱白脸，一家子合起伙来哄骗我。只有林青云双手放在膝盖上，劝也不是，不劝也不是。估计是柳诗涵对他说过，我一切都会听他指挥。没想到事儿到眼前了，我没了好脸色。正当他们演戏的时候，门外传来几声刹车的声音，律师团来了。柳诗涵他爹还跟傻子似的，立刻蹦起来，来得正好，我们到底不懂法律的事情，正好让律师写份协议。好啊，你不是对我们写的不满意吗？律师是你叫来的，让他们写总行了吧？我做主了，咱们公平公正，按人头分，怎么样？柳诗涵立刻急了，凭什么按人头分？家产都是我儿子的。他爹立刻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可惜律师团没有任何人搭理他们。负责人走过来，对我微微颔首：“陈总，你有什么要求？”我深深呼吸，然后坚定地说：“离婚，然后清算所有花费和债务，该负什么责任追诉。”一家人听到我的话，惊呆了。柳诗涵暴怒，抄起桌子上的杯子就向我砸来。陈浩，你敢离婚？你凭什么跟我离婚？我能躲开，但我依然任由他砸伤我的额头，碎玻璃划开伤口，血顿时流下来。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，我接过负责人递来的手帕，捂着伤口，拨通报警电话。几分钟，办案人员赶到现场，柳诗涵的爹妈顿时坐在地上撒泼打滚。2口子打架而已，哪有报警的？你们走，这是我们自家的事情。办案人员一时也吃不准。律师上前说，家庭暴力同样需要按流程处理。于是办案人员冷下脸，要带走柳诗涵。柳诗涵面色狰狞，一副要吃了我的样子。陈浩，我现在才看清你的嘴脸，别以为这样就能让我低头。结婚3年，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，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。哦，闹半天还是我的错，他出轨，没错，算计我的财产，没错，把陈家的一切要交给肚子里的野种，也没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柳诗涵的爹猛然站起来，来回踱步，忽然停下看着我。好啊，2口子打打闹闹的事儿就算了吧，免得外人看笑话。我知道你心里那道坎过不去。这样吧，韩寒的孩子我们养，不用你操心。在咱们老家，我有几个堂兄弟，我看哪家有刚出生的孩子，给你认养一个，这样你也有自己的孩子了，公平。柳诗涵大喊：“凭什么让别人来分我的家产？我不同意！”他爹也跟着喊：“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，我还活着，轮不到你来当家做主。”我被他们吵得头疼，直接说：“你们一个个都要当家主，拿我当什么了？”赵律师，现在起草起诉书，把这些人都赶出去。从今以后，任何人不准踏进我陈家的门。话音刚落，林青云立刻蹦起来：“陈浩，你这是要逼死韩寒吗？哟，
孬种怎么也有脾气了？柳诗涵被带走了，2个律师跟着去办理案件。林青云瞪着眼，腮帮子都鼓起来。你马上给律师打电话，让他们送韩寒回来。我不知道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，他凭什么指挥我？我拦下想要赶走他的律师，走到他面前。林青云又瘦又矮，抬头才能看到我的脸色。他顿时没了刚才嚣张的气焰，扫眉搭眼地说我不该那么做。我冷笑，你现在可以滚了。林青云很惊慌，但仍然嘴硬地教训我，陈浩，你既然爱韩寒，不能因为他爱我就做得这么绝情吧？你要是不立刻弥补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我真是给他脸了，撬了我的墙角，还恬不知耻的要住我家，结果是个没脑子没手段的废物。也不知道柳诗涵看上他什么了。我冷笑一声，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你穿的什么，站在哪儿？别说柳诗涵，你都是我养的狗，还敢跟我龇牙？林青云顿时就哑巴了。这会儿柳诗涵的爹妈也不敢接话。我继续不屑地说，特么的，要不是老子怕脏了手，把你满嘴牙都打下来。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，难怪爹妈死那么早。林青云一下子青筋都爆了，你敢骂我爹娘？他抬手就要打我。我对柳诗涵没有提防，因为我从未想过自己的妻子会伤害我。但对于林青云这种废物，从小接受专业训练的我，怎么可能让他打到？我微微躲开，脚下一绊，林青云立刻摔了个狗吃屎，他下巴撞在大理石地板，哀嚎着滚来滚去。柳诗涵的妈赶紧把他扶起来，满是怨毒的眼神看向我。青云这么瘦，你怎么忍心下手的呀？你是我们女婿，但我们也不能看着你平白无故的欺负人。听到柳诗涵亲妈倒打一耙，林青云直接哭起来，妈，你还是让我去死吧，我死了，韩寒就能回来了。柳诗涵他妈心疼的把林青云搂在怀里，一口一个乖。我看得想笑，这是哄3岁小孩呢。看着他心疼的样子，我冷然开口，有心疼他的功夫，不如赶紧出去找地方，免得天黑了没地方睡觉。记得找大点的房子，也好让林青云跟你们一块儿住，不然他可真要被你们害得流落街头了。柳诗涵他爹急忙凑过来，他知道我吃软不吃硬，语气立刻软下来，但话里话外还是询摸我的不是。浩啊，你也不能总是动不动发脾气啊，你要是不改，将来韩寒娘俩可怎么过？韩寒为啥对青云好，还不是因为青云对他好吗？你真得跟青云学习学习。我没心思陪他们演戏，回身坐到沙发，冷冷地看着他们。过不了就别过，我堂堂陈家少爷，陈氏集团的掌门人，要什么女人找不到，说什么柳诗涵娘俩，谁的野种谁去养，想进我陈家的门，做梦！我把柳诗涵当宝贝的时候，你们拿我当狗，现在倒知道谁当家做主了，赶紧滚蛋！赵律，整理证据，拿了我的东西都特么给我还回来！柳诗涵的爹妈连同林青云全都傻了眼。我一挥手，几名年轻体壮的律师直接把他们全都赶出去。几天后，我搂着年轻貌美的小姑娘在客厅嬉闹，门外传来阵阵哭喊。柳诗涵的爹妈带着她闯进来，看见我就直接跪下了。柳妈嚎着嗓子就往我腿上扑过来，浩啊，快救救小涵吧，他还没到跟前。我立刻起身坐到一边去了。柳妈面色通红，赶紧回头看向自己的女儿。柳诗涵跪坐在地上，咬着牙挤出一个难堪的笑容，老公，我错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求你原谅我这一次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犯错，你就是我唯一的爱人。我轻抚小妹子的香肩，几秒后松手，让小妹子去楼上。
免得脏他的耳朵。看着明艳张扬的背影消失在楼梯，我叹口气说：“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自己快死了。”柳诗涵顿时瞪大了眼睛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抽出一根烟，点上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同意你去乡下休养吗？因为我知道你活不了多久，你想做的任何事，我都不愿意阻拦，只想让你留下最美好的回忆。咱们去检查的时候，不是我身体有问题，而是你。为了不让你担心，我没有说。你以为自己怀孕，也是症状恶化导致的假孕。我让律师陪你去办案，也是怕你出事。你放心，咱们夫妻一场，我会给你风风光光的下葬，但是绝不会埋进我陈家的祖坟。能让你过上以前的生活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只是你把原本美好的结局变成了如今的样子。我话说完，柳诗涵已经泪流满面，她痛哭着抱住我的腿：“老公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救救我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你不会忍心看着我去死，你一定会给我治好的，对不对？”我轻轻拨开他的手，摇摇头：“没有办法。如果你想死的时候没有遗憾，现在去找林青云吧，至少死在所爱之人的怀抱里，就是最好的安慰了。”柳诗涵的爹妈听见这话，嚎叫着也要扑过来。我立刻起身，直接走到楼梯，让新来的几个保镖把人送走。他们哭着喊着，声音渐渐消失。我没有回头，站在楼梯上，不知道为什么迈不出脚。这时电话响了，事情办妥了，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找不到他了。我轻轻笑了笑，另外找几个人，还有2笔订单，不过要等几天。电话那头：“哦，有没有具体时间？”我闭了闭眼睛，等我的妻子举行葬礼之后。电话没再回音，我叹口气，挂断。这时眼前身影晃动，小妹子施施然走下来，搂住我的脖子，娇滴滴地说：“哥哥，你说好让人家怀上孩子的，可不能在这里偷懒哟。”“哎，哥哥怎么哭了？”他伸手抹去我的泪水，亲吻我的脸庞。我笑了笑，把他抱起来，走上楼梯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